校尉队成立。鉴于师范学校的新情况、新形势，师范学校的校尉队在元旦的前夕终于成立了。学校里拨了专款，买了军用黄大衣，一个人一件，同时配备的还有一条军用皮带。当然了，校尉队的成立大会上，钱主任说了，这些财产都是集体的，每一个同学都要好好爱护，毕业的时候还要交到集体的手上。话虽然这么说，校尉队的同学对军用大衣和军用皮带显然并不爱护。为了威风，显示出他们的与众不同，他们整天都要把大衣扛在肩膀上，把皮带束在腰里头。这是可以理解的。再说了，能进校尉队对每一个同学来说也实在是一份荣誉，他至少表明这些都是班里头的积极分子，是通过无记名投票、民主选举，再经过组织上的严格挑选审查，这才正式产生了。一个班才一个，男女生都有。成立大会上，钱主任专门和校尉队的同学讲了话。钱主任强调，校尉队的任务就是要保护好学校，就是要保护人民财产的安全。钱主任站起来，大声问：同学们有没有这个决心？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：有。回答很整齐，男同学的声音浑厚有力，而女同学的反而更清脆、更悠扬、更响亮。在礼堂的悬梁上盘旋的时间特别长，这阵绕梁的声音里头就有庞凤华。说起来也真是怪了，自从丢了钱，庞凤华的人气直升，一下子都成了师范学校里的风云人物了，就好像他不只是丢了钱，而是拾金不昧、见义勇为了似的。当然，庞凤华并没有骄傲，比以往更为谦虚，完全是一副品学兼优的样子。这只能说明庞凤华真的是今非昔比了。宇阳想，丢钱这样的好事怎么就谈不上自己的呢？说起来还是没那个命。823班民主选举校尉队员的时候，庞凤华的得票一路飙升，居然排在了第2，连玉央都投了他的票。细想起来一点道理都没有，可当时就是这么做了。人这个东西真是太奇怪了。按理说，庞凤华得票第2，依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，还是不应该进校尉队的。但是班主任集中了一下，庞凤华最后进去了。班主任说，得票最多的体育委员，班里的工作还需要他。这一来只能是庞凤华。庞凤华不仅穿上了黄军装，腰里头还束上了长皮带，人也漂亮了，像一个女军人，像一个女警察，英姿飒爽的，还威风凛凛了。当选了校尉队员之后，班主任特地把庞凤华喊到了自己的宿舍里头，和庞凤华谈了一次心。班主任说，希望庞凤华在各个方面更积极，成为真正的积极分子，起到一个表率和榜样的作用。班主任让庞凤华坐下来，庞凤华却不肯，只是站在老师的办公桌前，手指头不停地在玻璃台板上抚摸。10块钱至今还压在玻璃的下面，斜着靠在老师的课程表旁边，一次都没有动过。庞凤华的手指头在玻璃上来来回回的，脸上一直在笑，其实每一次抚摸的都是那张纸币。老师后来站起来，在宿舍里转了一圈，把门关上了。再次坐下来的时候，班主任却毫无缘由的紧张了，而庞凤华的脸上也失去了笑意，手指头在台板上有些机械，心不在焉，眼睛总是向上翻。班主任不说话，只是沉默。静了相当大的功夫，庞凤华突然说，你在大学里谈过恋爱的吧？庞凤华没有说老师，直接说你，又是这样的话题，在班主任的耳朵里无异于一声惊雷。
班主任说：“胡闹，怎么可以问这样的问题？”这样静了一会儿，班主任突然说：“谁会看上我呀？”庞凤华说：“老师瞎说。”后来庞凤华又补了一句：“老师你就是瞎说。”眼睛再也不肯对视了。庞凤华侧过脸，眼睛却还是盯着玻璃台板底下的钱，说：“怎么还不收起来？你钱多啊？”班主任笑笑说：“班里的一位同学遇到了困难，可是这位同学不肯接受。”庞凤华无声地笑说：“谁呀？这么不知好歹！”顺手把台板掀起来，抽出钱捏在了手上，转身就走。庞凤华的举动实在太出乎班主任的意料了。班主任坐在原处，望着门，门在晃动。班主任的眼睛一下子失神了，禁不住浮想联翩。第二天的上午，班主任老师走上了823班的讲台，庞凤华的位子却空在那里。过了2-3分钟，庞凤华来了，可以说姗姗来迟。庞凤华穿着草绿色的军大衣，脖子上却围上了一条围巾，鲜红鲜红的，一看就是新买的，很跳，扎眼得很。庞凤华喊了一声：“报告！”班主任说：“请进。”很上规矩。庞凤华进了教室，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去，这一切都是普普通通的，很日常，没有半点异乎寻常的地方。可是年轻的班主任从鲜红的围巾上似乎得到了特别的鼓舞，一下子看清了红围巾和10块钱之间的逻辑关系，眼睛亮了，劲头足了。他大声说：“为什么说资本来到世上，从头到脚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？请把课本翻到第73页。”班主任的声音特别洪亮，在墙上跳，只有他自己意识到了，只有庞凤华注意到了，和别人没有一点关系。众目睽睽的，却又秘而不宣，真是太奇妙，太幸福了。